认识他时简直就是两个人。我要是花钱买点东西，他就在你的背后跟你没完没了的唠叨，但是呢，背后他花钱比我还冲呢。他花钱就是浪费，我花钱就是把钱用在刀刃上。我觉得呢，他现在变得越来越自私了，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。他天天有事没事就说我自私，我觉得他爱他自己胜过爱我。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嘉宾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王来自黑龙江，30岁，酒店职员；女嘉宾小贾，27岁，来自黑龙江，也是一名酒店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是一家酒店的吗？是啊，是哈。这个恋爱多久了？1年多。今儿为什么来这儿啊？分手。哦，来分手。生活里分不掉吗？他不同意。哦，说说为什么要跟他分手好吗？就觉着不想跟他往下处了，觉着没有意思。哦，没意思。觉得他这个人特别没劲。那1年前怎么觉得他那么有劲的呢？1年前都是伪装，现在都改变了。哦，了解了就发现啊，你有这么多的缺点是吧？是的。能说说吗？让他分手也分得明白呀。就是最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吧，这人特别好，然后挺有学习的那种动力的。后期在一起时间长了，发现他这个人特没劲。就爱看一些那种武侠小说，以前我们俩都一起看书，然后看的一些都是就什么酒店管理的学习的书。后期已经看那些武侠小说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我觉得他都快钻进去的那种感觉。武侠呀？武侠、穿越都看。那我上一天班都怪累的，回家了，然后那个我就看一会儿书放松放松。那你累我不累吗？咱俩做的是一样的工作，谁不累啊？那我看书我就能放松啊。你看书你就放松，那我上一天班为什么我回家我还要做家务啊？那家务是男的做的吗？对，那你就这种大男子主义。我回家还得做家务，然后得收拾屋子。他吃完饭连桌子都不捡，碗一推抬腿就走。然后进屋之后，他的衣服包、什么鞋、手表得哪儿撇到哪儿。只要他回到这个家，我就觉得家里一点好地方都没有了。那回到家里很自然，就是自己家里嘛，到家里面随随便便往那一放就可以了吧？然后这还不要紧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发现他越来越抠门了。抠门。然后没事我就喜欢购物，买点衣服什么的。只要我一花钱出去，回来跟你算账。那不是你说他买衣服，你说正常的买衣服1件2件3件够穿就行呗，是不是？买那些衣服呱呱整一大堆，那柜子里面都满了，完了，一开门哗都掉地下了，你说太浪费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你看现在谁家女的上街一次买1件衣服，你见过吗？再说我现在还没花你的钱呢，买衣服不行，那我买化妆品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？我买点化妆品回来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啊，买这一堆什么用啊？是你说的吧？是我说的咋的了？你怎么呢？我就想不明白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，这么抠门呢？那你那化妆品整的一大堆，什么又乳又霜，什么乱码七糟的，抹一层又一层，那家抹都掉渣，瞅着都腻。你瞅着你可以不看我呀，我让你看了吗？那我说分手咱俩就分得了呗，是谁死赖着不走的？买化妆品，我买工艺品的时候你怎么说吧？家里添点东西你怎么做的？买什么都不让，只要花钱就不行。那衣服我没买过呀。那我没给你花钱呗，我比你挣的少吗？我没说你比我挣少啊。你别跟我说，我告诉你，我就觉得你这人特没劲。最开始那几个月可好了，把钱交给你，后期就一天到晚担心，总怕钱被我花光了。就这样你能找着媳妇吗？谁敢跟你过呀？这个现在工资在谁手里啊？在我手里啊。那你还说人家他不让我花呀。他现在你知道他现在开完支都什么样？都不回家，花完钱再回来。我花钱他觉得浪费吧，他开完工资跟他朋友出去吃饭，然后出去玩，第二天花完钱了，拿着钱能回来。他就一天晚上就能把钱都花完。不都花？那你说1个月他就能开个4、5千块钱，出去花个几百块钱，有的时候花个1800的，回来还剩什么了？我们2个在租房子，然后我再有一些。不是姑娘，你这个账算的也太大了。1个月挣4、5千块钱，出去花个几百块钱，那还剩个4、5千呢。几百块钱你得看花几回呀，他是盯着花。那谁还没有个朋友啥？交朋友也不正常点事我现在觉得你挣的钱，就你去了你自己花，你根本都没有养我的。那你这个能花钱，谁能养起？那脸光哗就抹，谁能养起呀？那你当时找我钱，你干嘛了？现在后悔了，后悔不正好吗？多合适啊！对，那我不干。为啥呀？那我还得赔偿你点精神损失费呗。不乐意，他脸上都掉粉渣，又花你的钱，那这好了，那我也不同意啊。然后你知道他这人都什么样吗？老没劲了。我们楼下不有那个就是美容美发的地儿吗？然后那个门口天天有发单子的，然后跟他说大哥，你看你来我家吧，意思我给你便宜点，然后打折，第1次免费，去了吧？去没去？
他去美容啊？我去了咋的不？他跟我说去剪头，那我去剪头不正常点事吗？就你那2根毛，1个月剪几次？你家头发叫毛啊？去了之后回来不跟我说，是我们隔壁邻还是我居告诉我的。整头发毛？你那头发那老长，整一下头发就得花好几百，那不是浪费啊？秃子倒是不浪费，你找个秃子呀。对呀，对呀，那你还不跟他分手？你这人说话。然后去剪头，去剪头不要剪，盯着往那儿跑。那个美女跟他说那个意思，他那脸上抬头纹部特别重嘛，然后说让他去做脸，做脸你别做呀，我做的时候你觉得我做人你，那你为什么还去打扮你那张脸呢？你那张脸有投资的价值吗？你告诉我。我做脸是咋？我做脸我剪完头了，他说那个大哥你从这嘎达，我这新进的美容的什么那个挺好的效果，把你的脸褶都遮没了，然后回去哎你也抹得满脸掉粉啊，有意思。我不是抹的脸掉粉，我就是偶尔抹一下。去做美容去，让人给他刮胡子啊，那胡子搁家有刮胡刀你就刮呗，3天2头去那让人刮1次，那刮感觉能一样吗？啊，对，是确实不一样，有美女给你刮能一样吗？哦，你的重点不在于他花钱，在于那儿有美女是吧？还花钱，然后还去那个勾搭那小姑娘啊。这么老实的人，你觉得他干不出这样的事情是不是？我最初也觉得他特别老实，但是后期感觉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我觉得他就是去剪个头、做个美容、刮个胡子，怎么还勾引小姑娘呢？哎呀，真不是！我跟你说，要是一有女的找他办点啥，说王哥，你帮我干点啥事儿，蹦高高往上上，都脑袋血浆往上冲。真的？哎呦，那谁还有个女朋友啥的，办点事啥的，那你那是女朋友吗？你告诉我那个女的找你办事，你脑袋血没血浆往上去？我去了，咋的不？对，我不能咋的，我现在我就不想跟你在一起了啊。然后啊，他不有那个微信吗？手机从来让我看的时候都是锁着的。有一次我家来个人敲门，他在那正跟人聊着呢，手机趴那放那儿去开门去了。我正好过来拿一看，哎呀，跟那聊天记录跟小姑娘聊的，你都听不下去。咋的吧？你给我们背背。啊，亲，吃了吗？然后那边说还没呢。啊，亲，晚上吃点什么呢？打算？就说这些东西，你说你都有媳妇了，那现在玩微信的不都是这么说吗？亲爱的，干啥呢？那都这么说话吗？谁这么说呀？你见过谁这么说？除了你之外，我是没见过。那现在都那么说，都像你这么说呀？对呀。哎，那我说你的时候，我就问你，因为你聊微信的事，我跟你吵过多少次？你先别吵了，那咱俩刚认识，我是不是也这样说话？你那时候你跟我是这样，你跟别人这不这样，我真不知道。你不告诉我，你把朋友圈女的都屏蔽了吗？是谁说的呀？不跟你的聊天吗？那谁还没有几个朋友啥的？现在没事走到哪儿都摇一摇，是先进了，这是你干的事儿吧？然后我说不让他跟那帮女的聊微信哈，你知道人家做出一个什么举动吗？哎，也不跟你吵，不管晚上几点哈，吵完架之后10点多也好，11点多也好，人出去啪摔门走了。一宿不回吗？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回来。哦，我朋友打电话出去玩去了。你不是跟我吵我不想回那家，是吧？你又回家就得磨磨唧唧的，磨叽不完，从那嘎达。你不是跟我吵完架走的吗？你是朋友打电话你去的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如果你不想回来，你就别回来。啊，那是我家，我干啥不回来啊？你咋不走呢？我走，你让我走吗？但不行走。我觉得你这种人心里都变态，你知道吗？心里特别变态。我倒有一个关注点想问一下啊，他都这样对你，花钱又不仔细，对你又不好，还管着你，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分呢？是因为他优点太多了。哦，你说这话你不觉得可笑吗？还我优点太多了。现在在你眼里，我觉得我全是缺点，一点优点都没有了。你说他3个优点，我们听听。第一个漂亮。啊。第二个，我可能不漂亮，但是我配你，我绝对能配得上。第二个就是爱学习，你不是我学那都没有用吗？这不你说的吗？没上哪有我这文化巧啊，我这小本毕业的，我这整不了啊。第3个优点，第3个优点聪明，聪明，所以你离不开他是吧？对，不是离不开我，是觉得离开我找不到比我再好的了。你真觉得自己那么好吗？我不觉得我多好，但是我配你，我绝对能配得上啊！我配你1.7米的个，长那样，我配不上他吗？我现在我都觉得后悔了。你当初怎么看上他的呢？当初他这个人跟现在一点都不一样，哎，特别好，特别会心疼人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们2个刚一在一起的时候，下雨天半夜想吃饭，给你出去买去，然后回家，哎，可干净了，收拾家务什么都干，手机从来不设密码。就是说他以后在夜里给你买饭，手机不设密码，你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？那也不行了。你怎么得罪他了呀？我就要跟他在一起。他太抠了，我受不了他这种抠劲儿。我抠吗？你太抠了。
我不抠。咱买件衣服花个1000八，我都舍得给你买，那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？你是给我买1000八舍得买，但是1年只能给我买那么1次。姑娘是要找一大方的男人，对吧？我也不要求说特别大方，但是你得支持我。你说我本身这个皮肤就不是特别好，没事我买点化妆品我护肤，怎么了？你说他可倒好，只要花钱就不行。然后他妈没事还给他打电话，搁背后捅不捅的。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就你觉得你这个家庭以后我都不能进你家门，我就后半生栽你家里头。哦。老师们，这个真是个难题啊！你们说怎么办？我跟你说，我只求着今天我离开这之后，你不要再缠着我，就 OK 了。咱们两个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啊。也有另外一种可能，你回来了，他走了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孩一直说她特别抠，然后抠这个抠那个，但是我不觉得她抠，哎，她只是对你抠而已啊。她对她自己挺大方的呀。上美容院去办卡，还做美容，他对于自己的很多的开销，他是舍得的，就是对媳妇儿特别抠。我抠啥了？你抠啥你自己不知道吗？行，买双鞋，那个好，咱那个我还没说完呢。那个姑娘刚才她说了，你特别喜欢买东西，比如说出去买衣服一堆一堆的。你买衣服的时候有时候也给她买点儿？偶尔也买。给她买多少钱的呀？100-200块钱。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俩都太像了。虽然你会说他太抠了，他对我也不好，你看又那么多话痨，但实际上在我们眼里跟你也特别像。姑娘，我提醒你有一点啊，你身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性，你喜欢挑衅，喜欢跟对方一较高下的那种感觉。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那种好胜心特别强的人，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一对男女在一起的话，很难过得很太平，但是往往过到最后又会没有办法离开。没错，跟我的感觉一样。而这种感觉呢，尤其来自于女孩。别看你炸火的欢，我真跟他真过不下去。那你可以走啊，为什么要到这个舞台上？因为他现在不分手，我觉得我俩现在就是 AA 制过日子。他还免费找了一个保姆，最主要的一点还不心疼我，你哄哄我也可以呀。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觉得就拿住你了。你别看你表面说的欢，你到时候你还是离不开他。我不知道你内心深处的顾虑是什么。即使在一个单位曾经在一起，后来又分开也很正常。为什么不分开？我觉得最终源于你心里其实对他还是有期望的，还是有幻想的。我就觉着吧，人的本性是很难改的。可能他跟我最开始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他伪装的比较多。你听我说，你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。你始终内心还是对他有期望的，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来说，你是在习惯于他这种方式跟你相处。可能换一个人还受不了你这脾气呢，因为他太了解你了。他其实已经是拿住你了。我的想法就是想和平分手，就非常平淡的，你的东西什么我也不要，然后呢我也不会给你什么。然后我们两个就再决绝点的话，那个工作你可以不干了。工作，如果你真是觉得他对于你来说已经是一种困扰了，烦，但是工作是不会不干的。OK， 工作还要做，他还是你的同事，对不对？他不可能离开这个公司吧？但我希望他不干。这你不讲理了，你只能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希望他离开我的世界。所以你要坚决，你的坚决不是表现出你说了什么，你怎么去说，而是选择于你的动作。男孩跟你也就说几句话，如果真心挽回他，而不是给人感觉说你是赖在他身上，你是期望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话，先改变自己。你在家就应该付出你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不应该在不告诉他，或者说突然就消失然后再回来，种种做法都是你做的错的。而这个女孩，我觉得她是很看重你们以往的感情。他说你说的我们听起来挺厉害，其实人家背后真是对你付出了太多，对你真是失望的。你要真心的想挽回这段感情，而不是赖着对方的话，拿出你的行动来，好吗？你们俩好了多久啊？1年多。才1年多？就这么难舍难分了？也不是难舍难分，就是不想处了。我没感觉出你不想处了，我感觉你经不起他的软磨硬泡。虽然你的话刀刀致命，每一句话都点到男人的自尊上，你也别看他嗓门大凶你，但是他该软的时候他会软。你刚刚听他对你的评价几乎都是优点，没有缺点。漂亮，聪明，看书，
但是说句实在话，在你内心深处，是你自己太纠结，你自己根本不清楚该不该走下去。别看你说的那么的斩钉截铁，但是你今天能做到不出来吗？能。真能啊？能。那你到这儿来干嘛？因为我想让他就是也通过这个电视台，他永远的离开我，离我远一点。你在生活当中能够斩钉截铁的离开他，就能离开啊。你干嘛到这儿来呢？但是我舍不得我的工作。不是舍不得工作，你是想到这儿来诉说你有多么的屈，多么的冤。跟他在一起，这个男生不懂得体贴自己，也没有上进心，又跟别的女生有所暧昧，然后又不理解怎么去在生活当中保养你。你对这个男人种种的一些抱怨都写在了脸上，但问题是你从内心深处，在每一次决定要离开的时候，你离不开的。所以说真正纠结的是你自己，你要是真能斩钉截铁的走，你根本不需要到这儿来。这个女生你已经把她看成了老婆了吧？看成了。那多花点钱怎么了？也没少花呀，那俩人过日子以后不得攒点吗？那你也花呀。再说了，就即使是让她多花点怎么了？她能把她都花光啊？能吗？不能。是啊，那就让她花呗，她花她能花多少啊？你既然要把钱交给他，你就要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当然，我认为其实他对你最大的抱怨并不在于花不花钱的问题，是他跟你在一起看不到未来，你知道吗？不上进，跟别的女生暧昧，家务活也不干，哄女人也不会哄女人，也不会心疼别人。你说别人在一起跟你干什么？如果你是个女人，你愿意跟这样的男人吗？不愿意。那不就是了吗？你自己都嫌弃自己吗？是吧？所以不要在关键的时候就开始软磨硬泡耍无赖，知道吗？你要是有这个本事，你就跟他说你走，人家要留下来，你就好好干，该付出的付出，该花钱的花钱，你说呢？对，就这样。问几个问题啊？心里有他吗？有啊。有好几天不回来。那不出去挣钱去了吗？你下次他说有好几天不回来，你说以后不敢了。你挣的钱呢？这钱都给你花了吗？我挣钱都乱花了，以后我好好花。你们俩不会好好说话是吧？他搁家就这样，我钱不都被你花了吗？啊，听出来，知道你委屈，像男人一点，别那么欠了啊。老师说你那话都对，嘴欠，跟女人那么吵架，手欠。要不然就把钱自己抠着，要不然你就都给他，你就不管了吗？又要管，想清楚啊！接下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你说的那些我缺点，我以后一定会改，然后把这个抠门也改了，真心的对你好，还像以前一样，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很快乐。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谢谢你。谢谢，但是我觉着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。为什么呀？好自为之。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？我已经把以前的坏毛病全都改掉。我太累了，你理解不了我的那种心情。如果今天人姑娘决绝的就不来了，不出来了，你愿不愿意跟人家和平分手？别再纠缠人家了。不愿意，我还是不想分手。哼，到现在为止你还是没明白，一个人啊，当妈当的有点累了，不想带着那个小宝宝玩了，你倒是长大一点。两位回吧，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下载使用天天圈，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老师1对1的指导。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，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券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请开门，请开门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？我还是那个问题，
人家已经做出了决定，你愿意跟他和平分手吗？我还想挽留，我很后悔我当时为什么要做的那么过分有些事情。评啊，你再评一个试试看。你嘴巴上不是胜利了吗？多大嗓门啊！继续吼，追去吧。你又放不开他，你就追去呗，还不快跑，还拿着个架子。